安姑姑哺乳频道也来参与 Team Seas 的捐款活动，帮忙呼吁哺乳妈妈们参与，为清理海洋垃圾，为了我们孩子将来的地球出一份力。请各位妈咪耐心把这个 video 看到最后。Hello， 我是莉莉。我会决定做今天这个 video， 是因为最近我看了很多关于清理海洋垃圾的 video。你看看这些壮观的画面，是来自 The Ocean Cleanup 的频道里面的 video。他们用这些船只捞起了大批大批浮在海面上的塑料垃圾。然后我也看到了他们团队原来也有在一些河流打捞垃圾。这个很合理啊，因为海洋上大部分的垃圾都是从河流飘进海洋的。看着看着，咦，原来他们打捞河流垃圾的其中一艘船 Interceptor 拦截器第2号就在马来西亚的巴生河。因为我本身很少出入巴生河的地带，所以我都不知道。经常在巴生河范围出入的妈咪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到这艘船的存在呢？或许你有看到，可是却不知道它是什么。拦截器2号是我们马来西亚国土内建造用太阳能运作的，里面有6个大垃圾箱。它从第一次 MCO 之前就已经开始这样子在打捞河上漂浮的塑料垃圾。这艘那么先进的船就在我们马来西亚，荣幸吗？骄傲吗？才不就是了。那么多的国家之中，我们马来西亚的巴生河为什么会被选中来作为清理海洋垃圾源头的其中一个地点？就是因为有够肮脏。科学家发现 80% 的海洋垃圾是来自全世界的河流之中的1%，也就是来自大概1000条河。我在的 Ocean Cleanup 的网站看到有一个地图，里面有列出世界各地飘出最多海洋垃圾的河流。最大的3个点，其中一个就是在我们的巴生河。这是世界上排第5最受污染的河流，每年漂浮出12816000公斤的塑料垃圾。虽然我是很开心有这艘船的存在，默默的在为我们清理河上的垃圾，可是还是掩盖不住心中的那个羞耻感，心情很复杂。看到这里，我就问自己了，有什么事是我能够做来帮助减少海洋垃圾的？或者说，怎样可以为我们地球出一份力？因为不是我们自己不把垃圾丢进河，河里面就没有垃圾。有时候可能是垃圾车收集了你丢的垃圾之后，途中不小心掉下来，结果滚入沟渠，然后飘进河流，然后就漂浮进海里。因为我们都习惯把垃圾丢进垃圾桶后，就当作不再是自己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应该好好去思考，日常生活中我们的能力范围内能够做一些什么来响应环保。其实只要你当过哺乳妈妈，我们都有为环保做出贡献，你知道吗？哺乳，特别是亲喂，是一项非常环保、完全不会污染环境的喂养方式。那么如果那些需要泵奶、纯奶的妈咪呢？那因为有必要纯奶，就会有需要用到塑料了。但是其实你每喂一次母乳，就减少了喂一次配方奶，世界上就少了1份配方奶包装盒子或者包装袋子的垃圾，也算是件好事。剩下的就看妈咪能够做什么来进一步做到环保的3R 了。那在这里，我的目的不是要去羞辱妈咪们没有环保意识。说到环保，我自己也是罪人，我还做不到无时无刻都为地球着想的程度。我相信每个人都一样，有环保意识，可是却又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尽力而为吧。那说到环保的3R，
reduce 减少使用， reuse 物尽其用， recycle 循环再用。作为一位上班族妈咪，需要泵奶、纯奶，纯奶就一定会需要用到纯奶的产品。在纯奶方面，我们可以怎样做到减少使用呢？你算算看啊，你每天存多少包奶，然后每天丢弃多少个纯奶袋？纯奶袋是已经经过消毒，为了 baby 的安全是只能纯奶一次的产品。或许妈咪可以想想，非用纯奶袋不可吗？如果改用可以洗干净了重复多次使用的纯奶瓶来取代，做得到吗？如果做不到的原因是因为冰箱不够位，那么或许你想想看，其实是不是真的有需要存到那么多呢？ baby 喝得完吗？因为母乳本来就是越新鲜对 baby 越好的。妈咪有没有考虑过，要是每天泵出来的母乳，比如说大部分今天挤明天喂，然后小部分冷冻存起来又怎么样呢？当然妈咪选择怎么样做都是妈咪的自由，我在这里建议的只是一些妈咪或许可以考虑一下的比较环保的做法，看看有没有办法做到减少使用，物尽其用，循环再用。用过的纯奶袋或者旧的纯奶瓶其实也可以物尽其用，比如说洗干净后装一些食材，比如说炸葱头啊、虾米啊、红豆、绿豆之类的干粮。如果停奶后纯奶瓶的状态还不错，也可以送出去给其他哺乳妈妈继续使用，那个也是环保的方法之一。今天早上我才在我们恩姑姑哺乳资源群做了一份调查，发现有很多妈咪都有在尽自己的能力去做到3R， 让我对这个环保意识的推广活动感到很乐观。我明白我们的生活之中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想要做却做不到的事，比如说我自己大半年前我曾经想要开始用月经杯，可是第2次用的时候不懂刚好是身体状况问题，还是那一次用的方法不对，因为才第2次用嘛。那次的经痛痛到我蜷缩着身体冒冷汗的程度，从来没有试过那么痛的。然后接下来大半年我都还提不起勇气再度尝试用这个东西，希望下个月我能够提起勇气再度尝试使用。就因为这一个觉得自己明明可以更环保一点，可是却没有去做的罪恶感，我觉得我需要去用别的方法来为地球，为我们孩子将来的地球出一份力。因此我通过 YouTube 给 Team Sis 捐款活动捐了马币200块，当作我响应环保活动的其中一个方法。补充一下刚才这个画面是我昨天用 YouTube 捐款，它就这样子转了半天，所以我后来直接去 teamsis.org 的网站捐款，成功捐了50美元。这个 Team Sis 的捐款活动是由 YouTube 数一数二的2位大网红 MrBeast 和 Mark Rober 2人联合发起的第2个环保捐款活动。如果你也想去捐款，可以直接去 teamsis.org 的网站捐款。另外我也想呼吁一些有影响力的朋友去帮忙推广这一个 Team Sis 的活动，比如说2K 爸妈、小马秋月来帮忙呼吁大家捐款吧。他们 Team Sis 的目标是在2022年之前筹款3000万美元。这项捐款活动所收到的捐款一般会捐给 The Ocean Cleanup 这个专门清理海洋垃圾的非营利组织，资助他们制造更多艘 Interceptor 拦截器的船只，放在世界各地其他飘出大量塑料垃圾的河流。另一半则会捐给海洋保育协会，他们会通过人力清理海滩上的垃圾，收到的每1块钱美元就等于清理了1磅重量的海洋垃圾。
希望各位妈咪踊跃参与这一项捐款活动。接下来我会连接那2位大网红的 video 在这里，他们其中一位 Mr. Beast 就会带队去清理海滩，另外一个科技专家 Mark Rober 则会介绍关于 Dominican Republic 河上的拦截器4号。这2个大网红在比赛谁清理的垃圾比较多呢？非常有意思，大家去看看吧。